当年我还是任人摆布的棋子，何曾想过昔日北国山河，如今竟归你我手中。启禀大小姐，风将军，宁玉公主驾到。公主，你我明日同日成婚，今日一叙，互相祝贺。我的夫君是威远大将军封官，我的青梅竹马，而公主却要去嫁那个凶名在外的塞北风王。可在大婚前夕，封官却亲手将我送上了和亲的婚轿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反悔？陛下、沈丞相早已应允，莫要忘了你封府上下的身家性命。我这是在哪儿？这不是我的婚轿。瑶野姑娘，事已至此，你还不明白？从现在起，你就是北国的宁玉公主，你的夫君就是塞北的王。要我认命，不可能。拦住他！宁玉公主无冤无仇，为何要这般害我？瑶野大姑娘，认命吧。你们选在同一天婚期，本就是娘娘安排好的。放开我！这不仅是娘娘的旨意，就连陛下、封大将军，还有你父亲也是知晓的，是他们一致的决定。传闻塞北王性格喜怒无常，我须得找个东西防身。若他今夜强行与我洞房，我定要鱼死网破，拉着他一起见阎王。是你认识我？你笑甚？我笑，这缘分好生奇妙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为何要杀你？我不仅不杀你，还要护你，把你捧在手心。你疯了不是？天下谁人不知，塞北的王就是一个疯子。你是封官的心上人。不是，都把我送到塞北了，算什么心上人？春宵苦短，王妃还在等什么？真是个疯子！抚恤执政5年，后宫几乎无妃，更未立后。舒冉即便贵为北国公主，远嫁至此也本该只是妃位，她却将我安置在皇后的凤仪宫，她脑子有病吧？娘娘慎言，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北国仪表。关门！是。我需要你教吗？老奴错了，不需要。但老奴若悄无声息的没了，公主殿下定不会放过你。我也不想要你死，可你若是不听话，你一定会死。你说，远在北国的无名公主能为你讨回公道吗？林嬷嬷，可要想好啊！老奴想好了，都听娘娘的，都听娘娘的。那便说说这场婚事你们的算计吧。还有我的侍女阿洛，她的下落呢？当初塞北侵略北国第一座城，朝中就有人提了和亲，皇后娘娘和公主便有了初步的想法。因为世人都知丞相之女瑶野温润如玉，是京城女子典范，而您的婚约对象封大将军更是北国赞颂的对象，这般人最好管，因为生在礼制下，思想迂腐。在家国面前，在乌纱帽下，在皇帝的威逼利诱下，我是不重要的。舒冉尊贵，是北国唯一公主，可我自幼教养周全，才貌不输，出身虽不及皇家显赫，却也堂堂正正，凭什么只因身份之别，平白魔受不公？云贵妃吉祥，两位妹妹无需多礼，
听说王将宁妃安在了凤仪宫。是，但并非臣妾所求。可是你得到了本宫没有的。娘娘想要，与王说去便可，臣妾并不在乎。不去，抚恤竟会喜欢你这般人。臣妾也很是羡慕宁妃姐姐呢，竟然能得王这般宠爱。可这后宫吞人，尤其是像姐姐这般的美人。公主，今日可好？你知道的，我不是北国公主，莫要这般唤我了。我知道，那你是谁呢？你不是认识我吗？我只是在画布上看过。画布？姑娘可以告知我芳名。谣言。遥林琼树，云雀无忧，我知道。我后宫虽人少，但还是要多提防。云贵妃和丽嫔都不是好相来的。好。瑶也无需担忧，你千辛万苦来到我身边，我定会护你安全。不需枉费心，我以后定会回到北国。来到塞北，瑶也，你回不去了。可我不甘，不甘被算计来往塞北，有些阴谋，总要还回去的。我帮你。那宁妃可是生得貌美，定是那一张脸勾得王姨不开眼。定是的。那就将她的脸毁了，王就看不着她了。林嬷嬷精通医理，可知这是什么？此物泛白呈粉末状，光看定是无法分辨的，但这闻起来像极了能使人容貌尽毁的千颜散。那日叫你传给公主的消息传到了吗？我将娘娘的话带到了，她如何说的？公主说，瑶也不过庶民儿耳，怎能比她幸福安稳？公主对我的恶意竟然大到了这种程度。娘娘在北国京城极负盛名，远超公主。公主之计乃是人之常情，所以她就可以剥夺我的家庭、我的婚姻和我的人生吗？那她又想怎样破坏我的安稳呢？言语是利刃，舆论是杀人的刀，因民而存，亦能因民而亡。好手段！想办法，我要和阿洛取得联系。是。千颜散，毁容蚀骨。丽嫔下手真狠，若非我留了心，这几日便要面目全非了。再等我。这是什么？有人想毁我的脸。谁做的？我还不知道，但这是千颜散。若非我查得早，如今大约已经不能见人了。抚恤，我不想再一个人熬了。我知道你想护我，也知道只要我开口，你就会替我做很多事。我需要你。你再说一遍。阿洛还在北国，倏然不会罢休，丽嫔更是要毁我的脸。若我还守着清高，只能万劫不复。也助我把那些欠我的一点点讨回来。好，这件事我来查，无论是谁动的手，我都会让他后悔活着。你就不怕我是在利用你？姚野，你肯来利用我，已是我的荣幸。何况你若不来找我，才是真让我生气。来人，封锁整个后宫！一案明册盘查。塞北王宫一夜之间全变了。娘娘，今儿宫里怪得很。奴婢听说什么？听说王上昨夜动了暗卫，这样的阵仗，宫里好多年都没有过了。娘娘可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儿？嬷嬷不是最懂规矩吗？何时也学会打听王上的事了？奴婢只是忧心娘娘，忧心我，便管好自己的嘴。如今凤仪宫里多的是眼睛，你若一句话做错，怕是连我也保不住你。还是说，你急着知道皇上究竟查到了哪一步？奴婢敢，奴婢不敢，奴婢绝对不敢。
退下吧。皇上呢？皇上在御书房。这原文不是宫里的式样，而是出自尚书令府名下的私房。很好。本宫听闻宁妃姐姐病了，特来看看。这宫里怎的一股子药味，熏得人头疼。鱼儿咬钩了。丽嫔娘娘，宁妃身子不适，太医说了，见不得风，也不宜见客。见不得风还是见不得人？本宫好心来探望，宁妃姐姐连面都不肯露，未免太失礼了些。娘娘恕罪，我家娘娘实在病得厉害，今晨还哭了一场，说脸上疼得像火烧一般。是吗？姐姐这病来得倒急，前几日还好端端的，怎么忽然就成了这样？许是水土不服，又或是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。那可真是可怜，女子这张脸啊，可是命，若真毁了，往后还拿什么见王上？林嬷嬷这话编得不错，丽嫔现在心里一定快意极了。姐姐怎么不说话？莫不是当真伤心的急？姐姐，你我同在后宫，自当互相照拂，不如让妹妹看一眼，也好替姐姐想想法子。可若耽搁久了，那可就真要留疤了。滚开！一个奴才也配拦本宫？娘娘，宁妃正在养病，皇上若是知道……皇上近来忙着前朝，哪有功夫管这些？再说了，本宫来关心宁妃，便是王上知道，也该夸本宫贤惠才是。姐姐，如今躲在帘子后头算什么呢？我倒要看看，宁妃如今还能不能靠这张脸争宠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臣妾只是听闻宁妃姐姐病了，心中担忧，这才特来探望。谁知姐姐连面都不愿见。受惊了。王上，臣妾一片好心。好心？孤道也想听听是什么好心。臣妾担心宁妃姐姐初来塞北，水土不服，这才命人备了补品，想着替王上分忧。原来如此。既是关心宁妃病情，那你告诉我，这箱里掺的千眼散如何而来？皇上明鉴，臣妾不知道什么千眼散，这香炉出自凤仪宫，怎么能平白算到臣妾头上？臣妾冤枉！方才如何得意，如今便如何狼狈。只是他这样的人，不到刀真正落下那一刻，是绝不会认的。皇上偏爱宁妃，可再偏爱，也不能凭来路不明的香奴定罪。臣妾出身清白，父亲更是朝中重臣，岂会做出这等阴毒之事？你在拿你父亲压锅？臣妾不敢，只求王上还臣妾清白。清白？来人，把他身边那个贴身宫女带上。说。奴婢长，千眼散是丽嫔娘娘命奴婢从宫外拿来的，也是娘娘吩咐奴婢趁着更换熏香时掺进凤仪宫香炉里的，求皇上容命！贱婢，你胡说！分明是你私自行事，竟敢攀咬本宫！娘娘，奴婢跟了您这么多年，若不是您命令，奴婢哪敢啊！是有人以为只要背后有人撑着，便可以把旁人的命当玩物。启禀王上，尚书令求见。王上，小女年幼无知，还望王上看在臣侍奉先王与王上多年的份上，网开一面。年幼无知，女子争风吃醋，纵有错处，也不过一时糊涂。若只凭一个贱婢供词便重惩贵女，难免寒了朝臣的心。宁妃不过是北国和亲女，说到底只是外族。若为了她，便要重罚我塞北重臣之女，只怕于国不利。父亲说的对，皇上，臣妾冤枉，臣妾怎会为了一个北国女人搭上自己前程？孤道不知，你尚书令府的前程是如此来的。皇上这话，臣听不明白。那姑便说明白些。千眼散在宫中明令禁止，却屡禁不绝，皆因药中掺了同一种独有的血乌粉，而血乌粉整个塞北只有你府之药坊在用。
巧合罢了。臣府中药药房药材流出也未知，怎能据此定罪？巧合？你借着朝中职权，暗中制售违禁药物，如今你女儿拿它害人，你竟还有脸在姑面前说巧合？皇上，臣冤枉！哼！伪造，这些都是伪造！父亲，你说话！你快告诉皇上，这些都是有人陷害我们！怎么，不变了？臣知罪，臣一时糊涂，臣愿辞官，愿散尽家财。晚了。尚书令私制禁药，结党营私，罪无可赦。丽嫔毒害妃嫔，祸乱后宫，其罪当诛。即日起，处夺尚书令一切官职，查抄府邸，父女二人一并打入死牢，7日问斩。皇上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再也不敢了，臣妾只是一时糊涂。丽嫔倒了，尚书令府也倒了。吓着了？皇上这般处置，前朝后宫怕是都要震一震了。那便让他们镇着，谁敢动你，姑就剁了谁的手。剁的多了，自然也就安分了。娘娘受惊了，老奴回去便命人重新安置殿内熏香，再不敢出半分差错，最好如此。好啊，他倒是真在塞北站稳脚跟。瑶也不是最会装无辜吗？那本宫就让全塞北的人都看看他是个什么货色，去把林嬷嬷埋在塞北民间的暗线都翻出来，去煽动市井流言，去买通刑场小役。丽嫔不是要死了吗？那就让她死得更有价值些。好端端的，怎偏偏行刑之下这样大的雨？这可是天怒啊！莫不是进来宫里真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求大人开恩！我要见皇上，再让我见皇上一面！宁妃不死，顾家在皇权之下也难安。丰富，行刑！宁妃是北国派来的妖妃，她祸国殃民，天降灾异，都是因为她！自打那北国女人进宫，宫里就不安生，先是宠妃被斩，后又天降暴雨，这不是妖妃是什么？是北国特意送来乱我塞北国运的。娘娘，外头的人不肯卖东西给奴婢，还说凤仪宫里住的是祸害，拿臭鸡蛋罚我们。娘娘，要不要先闭宫几日，等风头过去？言语是利刃，舆论是杀人的刀。一个人恨我尚且需要缘由，可一群人恨我，只需要一个宣泄愤怒的靶子。风头不会自己过去，有人既起了这个头，便不会只满足于让他们骂几句。娘娘，外头已经炸了锅，今自起，朝中大臣接连入宫请见王上。大臣们说，百姓怨声载道，妖妃祸国，不可不惩。禀娘娘，前朝有消息，满朝文武借着民意，口径一致，严惩宁妃或废除宁妃，以安民心。孤的王妃，还轮不到你们来议论。王上当众烧了折子，群臣的面子全落了。他越是不退，外头那股火只会烧得越旺。那些人不敢冲着他去，便会把怨毒都算在我头上。跟我出去。现在？就现在。外头的人现在都想看我死，你带我出去，不是把自己也架到火上烤吗？阿野，你躲在宫里，他们便会觉得你心虚。可我本就不是给他们看的。是王上的车，
这里坐的还能是谁？凤仪宫那位妖妃！皇上为何要护着一个北国女人？妖妃滚出塞北！滚出塞北！妖妃误国，废除宁妃。咱们若不除了这祸害，塞北迟早要完。咱们若不除了这祸害，塞北迟早要完。怕了？我怕的不是他们骂我，我是怕你为了我，真的要与整座王城为敌。那便看着。皇上！我饶命！我饶命！宁妃是我的女人，谁在妄论，这便是下场。这一鞭子下去，今日之事便再也不是流言，而是王权与民怨撕破了脸。明日开百城会，你们不是要交代吗？姑给你们一个交代。皇上，昨日您当街打压子民，已使民怨沸腾。宁妃本就流言缠身，如今更搅得上下不安，此乃祸国之兆啊！请皇上废宁妃，安民心。皇上少年登位，杀伐决断，我等从未不服。可君王岂能为一女子失了分寸？若再纵容下去，社稷危矣。臣今日冒死进谏，若王上执迷不悟，臣愿血溅大殿，以正军心。老大人，不可！不可啊！一个个道貌岸然的，将罪责压在一女子身上，给天下一个交代。你们也配来问姑要交代？昨日那些人是子民，姑的宁妃便不是人了。她自北国而来，入我王庭，便是姑的人。有人当街要伤她，姑护着她，又如何？哼，一群被几句流言煽得发疯的蠢货，也配挟持姑？你们说她是北国女子，祸乱朝纲，那姑今日便告诉你们，姑护着她，只是因为她是姑的宁妃。姑愿意护着她，宠着她，谁若不服，忍着。皇上，为了一个女子与满朝为敌，值得吗？与满朝为敌，你们未免叹得起自己。你们不是说她是北国送来的祸根，不是要姑给天下一个交代吗？好，姑给。3年之内，姑必踏平北国，这便是姑给天下的交代。皇上在朝上立誓，说3年之内必踏平北国。我每一步都在算计，想借他的势，借他的刀，利用他对我的偏袒。娘娘，您的脸色太难看了，可要传太医过来瞧瞧？不用。是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傅旭，你为何如此对我？为何这样对你？阿野，这问题你问得晚了些。最早见你不是在宫里，是在战场上。战场上？那时我与封官交手，他一剑刺进我肩头，险些要了我的命。交锋间，他怀里掉出一卷画，被血染了半边。我随手一拨，结果看见了你。那是我年少时给封官的小象，阴差阳错，原来最先记住那幅画的竟然是朴旭。后来呢？后来我不甘心只见你一张画。北国宫宴那次，我借着议和入京，大殿上歌舞喧闹，
我谁也没看，只看你。你穿着月白衣裙，坐在席间抚琴。我那时就在想，我可能喜欢上你了。你为我为何苦学汉画？为何一意推汉制，学礼法，读你们那些文章？若我只是个茹毛饮血的塞北疯子，便是早将你抢回来了，你也不会看我一眼。我总得让自己在你面前体面点。所以你立誓踏平北国，也是因为我。阿野，我想要你，从来不是一时兴起。这一生，父亲把我当筹码，皇帝把我当替身，封官为了忠义舍弃我。只有他，从头到尾都想的是我。抚恤，我可以试着信你。不是试着，是一定。可我有条件，你若攻打北国，我不拦你。可百姓无罪，攻城夺权都可以，但我不要北国尸横遍野。阿爷想要什么，我就给什么。你想怎么打？边城若降，便留命。此举定要拿下。边关告急，塞北铁骑已破雁回岭。应速速调回西南驻军，死守京畿。边将无能，竟然让塞北军如入无人之境。肃静！大敌当前，你们不想着御敌，竟然只会在朝堂上互相推诿。若不是当初和亲之事出了纰漏，何至于激怒塞北王到这等地步？封官何在？你曾镇守北境，对塞北最熟，朕命你立刻带兵驰援前线。臣领旨。你说什么？塞北已经破了3关，前线急报确实是这么写的。不过是个被送去和亲的贱人，抚恤竟然为了他直接发兵灭国，本宫养着你们有什么用？如果北国亡了，你们通通都要给本宫陪葬！把那个贱婢给本宫叫过来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姚野身边那条最忠心的狗。奴婢如今是公主府的人，只知当产，不知其他，好一个不知其他。可本宫怎么瞧着你心里还惦记着旧主子？把他怀里的东西给本宫搜出来！滚开！别碰！别碰！给本宫按住他！一猜就是姚野那个贱人给的，凭什么？凭什么连个婢子都拿命护着他的东西？贱婢，你敢冲撞本宫！这是我家小姐的东西。小姐？她算什么小姐？不过是个被送去和亲的弃子。她比你干净。你抢了她的婚事，抢了她的人生，到头来还是怕她。来人，把这个给本宫绑起来！那是小姐给我的，还给我！你不是忠心吗？那今日你便带着你主子的念想一起下地狱。去，把那条浸过盐水的鞭子给本宫拿来。将军，前锋连失2城，侧翼伏兵也被破了，再退就要逼近京畿了。抚恤根本不是在试探，他是奔着北国的命门来的。若有一日国与家不可两全，你会选什么？绝不会有那一日。将军，塞北骑兵夜袭左营，烧了2道。
又是2度。将军，末将请战。北国已经打不赢了，如果没有当初那场换婚，如果没有亲手送走姚野，我是大将军，身后是城池百姓，没有如果。还不肯认错，一个婢子也敢替主子出头？你永远比不过我家小姐。继续打！小姐，阿洛没把你忘了。将军，京中急送来的，说是务必要您亲自打开，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这是阿洛的。姚也曾说阿洛陪他多年，这滚便是他亲手缝的。送这包裹的人在哪里？回将军，那人留了一句话，说这是公主府里死掉的一个婢子身上换下来的。将军，这莫非是……够了！前线军情紧急，这种后宅琐事以后不必再传，都退下。公主这手段真是越来越没顾忌了。姚野现在的位置越坐越稳，王上几乎夜夜歇在凤仪宫，等他腾出手来，一定会先拿我这个旧人开刀。阿洛是你唯一的念想，若是让你知道他死得这么惨，我也只是为了求条活路。这些香撤了吧，闻着有些闷。是娘娘娘，这是老奴亲手熬的安神汤，您趁热喝点儿。嬷嬷费心了。娘娘，老奴有罪。你那位主子又让你带什么话过来了？不是公主，阿洛姑娘没了。你说谁？阿洛姑娘在公主府里护着旧物，冲撞了公主。公主震怒，命人杖责。等老奴的人打探到消息，人已经断气了。是阿洛姑娘到死都攥着一只旧香囊，不肯松开。杖责致死。小姐绣的兰草最好看，等将来小姐出嫁了，我要陪着一起去。阿洛要陪小姐一辈子。公主说她一个贱婢也敢护着旧主，活该被打死。老奴听着实在是不忍心。够了，阿洛，你最怕疼了。娘娘，快来人！娘娘吐血了！太医呢？都死哪去了？给本王滚进来！若他有个3长2短，本王要整个北国陪葬。阿野，阿洛呢？死了。我知道了。我宁愿你现在大哭一场，甚至砸了这皇殿，也不想看你像现在这样把自己生生冻住。阿野，你想怎么做都行。碎尸万段，还是挫骨扬尘，只要你一句话。只杀了他，怎么够？阿洛陪我长大，替我受过那么多苦，他最怕疼。舒冉却让他死得那么惨，我要他们怕，要他们疼。我不要躲在你身后了，我要亲手讨。好。没用，都是废物。封官呢？他不是大将军吗？为何节节败退？皇上息怒，塞北军势如风虎，且对封大军的布阵了如指掌。传旨，派密使去塞北，无论用什么法子，必须拦住他们。这是丞相大人的亲笔信，务必立刻交给林嬷嬷。明白了。你们欠我的这笔账，我们一笔一笔慢慢算。娘娘，北国来消息了。老奴知道娘娘心里恨着，
可到底血浓于水，那毕竟是您的生身父母，还有那年幼的小公子。当年父亲他也是用这道火器，默许我被送上和亲的马车。若不能使塞北退兵，丞相府因你一念之差而遭祸，那便是你不孝不义。娘娘，若您再不出手，只怕夫人和小公子当真保不住了。如今塞北王对您言听计从，您只需一封劝和信，北国就还有活路。您父亲这也是没法子了。没法子？把我换婚是没法子，送我来塞北是没法子，阿洛被折磨死也是没法子。女子这一生最大的根到底还是母家，塞北再好终究是一国，丞相府若没了，您往后便真成了无根之人。直到现在都还想利用我。娘娘，您就听老奴一句劝吧。丞相大人对北国一片赤胆忠心，为国为民。如今战火烧到眼前，若您不肯劝王上退兵，丞相府上下都要被您连累了。父母生养之恩大于天，要是害得满门抄斩，您于心何忍？所以在你们眼里，我生来就是替他们去死的，是吗？老奴绝没有这个意思，老奴只是觉得我比公主低贱，便该替她和亲，觉得我比北国江山轻，便该替你们受辱。娘娘，您怎能这样想？您这是大逆不道，是不孝啊！不孝？林嬷嬷，你口口声声说我父亲是忠臣，既如此，北国皇帝当真敢杀他？朝中权臣，举国皆知的忠臣，只因女儿不肯听命，皇帝就杀他满门。你告诉我，他敢吗？骨肉至亲，血浓于水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你如今得了王上宠爱，更该为母家筹谋，否则日后史书工笔写下的就是您祸国殃民、不忠不孝。够了，娘娘，你要做什么？娘娘，不可啊！那可是丞相大人的亲笔信，您这是要断了自己的后路啊！后路？林嬷嬷，你是不是弄错了什么？我早就没有后路了。从他们把我送上塞北婚车的那天起，从我父亲要我顾全大局开始，我就已经被他们亲手丢下了。可那到底是您的生身父母，所以呢，他们要我死，我就该含笑去死。他们拿我换公主平安，换丞相府安稳，如今还想拿我换战局转机。可阿洛呢？他不是替公主死的，也不是替什么家国大义死的，他只是因为忠心于我，就被他们这样针对。他的命就不是命吗？娘娘，老奴也只是奉命行事。奉命行事？这世上所有作恶的人，总爱用这4个字给自己找台阶。可刀是你们递的，话是你们说的，逼我走到绝路上的也是你们。回去告诉他们，我不会再犯第2次蠢，北国欠我的，我都会一笔一笔讨回来。是老奴僭越了，滚出去！要是劝不回兵，我也是死路一条。既然软的不行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林嬷嬷刚才离开时的眼神，根本不是惶恐，那是被逼上绝路后的凶狠。既然他们想抓我回去，那我就成全他们。总有些账，隔着山河算不清，非要当面算个明白才行。他们需要一张能威胁抚恤的牌。娘娘，夜深了，奴婢给您添点热茶，您的脸色可要传太医。不必了，我只是觉得累。可是您连晚膳都没动2口，撤下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消息很快会传到林嬷嬷耳朵里，一个万念俱灰、毫无还手之力的沈瑶也，她绝不会放过这个下手的机会。你若发现我失踪，定会顺着痕迹找过来。这一次，我以身入局。抚恤，如果我告诉你我要以身涉险，你一定会把我锁在这凤仪宫里。娘娘，您昨夜劳神太过了，老奴特意去太医院求了新方子，这个安神最是有效，
娘娘如今要紧的是养好身子，是吗？自然，老奴还能害您不成？您快趁热喝了吧。药苦才有效，娘娘快躺下歇歇。你先出去吧，我想睡会儿。是，老奴这就退下。到底是个闺阁里养大的姑娘，心思没这么深沉。嬷嬷，这可是王上的宠妃，万一查出来……少废话！银子你已经拿了，办成这件事，北国那边自有前程。官爷，凤仪公主子今日心绪不好，这味儿要是冲进去惊扰了贵人，咱们都担待不起。赶紧走，臭死！走，立刻走，出了城再歇。娘娘，您醒啦？装了这么久，累不累？老奴若不装，怎能把您送到北国手里？北国手里？是北国，还是你这种狗仗人势的奴才手里？从前在公主府，你依附疏然；到了塞北，你见我得势，便想两边讨好。老奴是奴才，命不是自己的。皇后要我办事，我敢不办吗？我不换，我就得死。所以，你一家的命是命，阿洛的命就不是命，我的命就不是命。总有人宁肯死也不肯害人，你做不到，是因为你贪生恶毒，不是命逼你的。你生来锦衣玉食，哪知底下的苦？你清高什么？你现在还不是被我绑着？林嬷嬷，你嫉恨的不是出身，而是我哪怕被逼到绝路，也不肯活成你这副样子。我至少知道自己是谁，而你跪久了，连骨头都没了。闭嘴！被我说中了，恼羞成怒。你等着，一会儿我看你还能不能这么硬气。到了，真正的清算终于要开始了。把人带下来。这是封官的大营。人，老奴已经按吩咐带到了。这便是那个迷得塞北王发疯的女人。什么相府嫡女，就是个妖物！磨蹭什么？走！都成阶下囚了，还端着架子。兵败山倒，大厦将倾，总要推一个人出来承担罪责，而我最合适。听说相爷和夫人也到了，终究还是站到了这些人面前。此次来，就是见证你们的虚伪。令牌在此。把人押进去。整整齐齐，全来看我的狼狈模样。阿爷，你在塞北受苦了，别怕，这里没人会伤你。曾几何时，我最盼着听这两个字，如今只觉恶心，受苦。阿爷，我知道你怨我，可事到如今，封将军把我从塞北绑回北军营帐，倒真是体贴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什么？只是又一次把我推出去。阿爷，你先别这样，若不是逼不得已，我不会用这种法子带你回来。好一个逼不得已！那我是不是该谢你们？还记得问我过得好不好？你如今倒是牙尖嘴利，看来在塞北学会了不少本事。阿爷，能被你们大费周章绑回来，想来我在塞北过得确实是好极了。阿爷，别这么叫我，恶心。阿爷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不是那样的，不是你用信将我骗来。信？我何时给你寄过信？
你们不就是想要看着我这副样子吗？看着我低你们一等的样子。你笑什么？怎么？是见不得我高兴吗？也是，你们都见不得我高兴。您说我想进相府富贵，是啊，我学的是以夫为天，以家为重，以国为先。我被你们教成最听话的样子，只为了方便让你们舍弃。皇后看中我，公主选中我，连你，我的亲生父亲也觉得牺牲我最稳妥。就凭她是公主，我是臣女，所以我就该替她去和亲。凭你们一句大意，我的名节和命就都能拿去填窟窿。你受苦了，为父对不起你呀。送我和亲成就你们的大义，不过是为了保你的乌纱帽罢了。说完了，本宫竟不知你去了一趟塞北，竟学得这样牙尖嘴利，连亲生父亲都敢逼成这样，跟着蛮人久了，连礼义廉耻都不要了。不管你在塞北如何妖宠，在这里你不过是个被压进来的阶下囚。本宫是北国最尊贵的公主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我最恨他这副样子，明明命都捏在我手里，却还是不肯低头。你笑什么？笑你可怜，抢了别人的婚事，偷了别人的人生，到了今日，竟还要靠公主身份来给自己壮胆。放肆！我放肆？舒然，你若真那般尊贵，当初为何不敢自己去和亲的婚车？为何不敢自己去嫁塞北王？为何要换了我的嫁衣，再顶着我的名字嫁入将军府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质问本宫？我是被你们推上祭台的人，也是被你垫着血肉才成全了你如今尊贵的人。你是窃贼，是连自己命都不敢赌，却偏要拿旁人一生去填的卑劣无耻。你不是尊贵，你只是怕所有人知道你这个北国公主只是个靠偷抢得来的赝品。既然如此尊贵，你敢不敢向天下人公开当年换婚的真相？怎么不敢了？方才不是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最尊贵吗？怎么如今连一句是与不是都答不出来？老爷，这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原来他们也会怕。舒然，你不是最擅长拿身份压人吗？我现在给你机会，让你堂堂正正说出来，说你当初不愿嫁塞北，所以夺了我的婚，抢了我的夫，叫我替你去送死。你若敢认，我还敬你一句敢做敢当。闭嘴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这样攀咬本宫？一个臣女也配来审问本宫？狼狈！本宫就算再狼狈，也轮不到你来评价。他竟然在笑，他凭什么笑？来人！护卫呢？都给本宫滚进来！把他给我按在地上！且慢！都给老夫滚开！父亲何故惺惺作态？事情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沈相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你眼中还有我这个公主吗？别忘了陛下交给你的任务。你要是乖乖写信退兵，说不定我大发慈悲放你回去，饶你一命。饶我一命？当时你换嫁，你可曾想过饶我一命？放肆！那是为了北国，为了天下大局。那你怎么不为了这个大局去死？够了！为了护她，你敢吼我？我可是公主。公主又如何？她是老夫的女儿，老夫兢兢业业为国效力几十载，如今却连女儿都护不住。我看你这个丞相的位置是不想要了。如果做丞相就承受这样的代价，那这个丞相老夫不做也罢。阿爷，为父对不起你。当为父知道的时候，你已经远嫁他国，是为父无能啊！父亲，更加没想到的是，他们还伪造我的手笔，写信将你骗了过来。没想到还真是父女情深啊！实话告诉你吧，这都是本宫设计好的，你们跟他废什么话？
给我把这个叛徒也给我抓起来！别拿你们的脏手碰我！一个个没用的废物！又是这样，明明都成了阶下囚，他为什么不求饶？本宫倒是小瞧你了，骨头硬是吗？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能硬到几时！舒然，你也就只剩这些下作手段了。好得很！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重打30大板！不要，阿爷！怎么，本宫的话也不听了？给我打！住手！公主，这军中杖责他受不住的，你先消消气。封官，你倒真是情深。公主，她如今已是阶下之囚，何必再用重刑？她到底是个女子。女子？你如今倒记得她是个女子了？当初拜堂成亲时，你可没这般失态。本宫最后说一次，让开！你若再护着她，本宫现在就让人行刑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别忘了，你封家的命如今也在本宫手里攥着。若本宫今日传一句话回去，你猜京中那2位老的是会寿终正寝，还是暴毙府中？舒然，封官，你看，你终究还是得听本宫的。什么青梅竹马，什么两情相悦，到头来也不过是本宫一句话的事。还愣着做什么？给本宫打！慢着！怎么，终于知道怕了？本宫还以为你骨头多硬。你若是现在求我，本宫说不定能让你少受点罪。我要问你一件事，问什么？你要打我，也该让我死个明白。舒然，你当初就是这样打死阿洛的吗？原来是要问那个贱婢。你被送去塞北这么久，竟然还惦记着那个奴才，回答我。板子，你那侍女也配？那么低贱的东西，用军棍打死，岂不是太便宜他了？他嘴硬得很，挨了板子还敢瞪着本宫，本宫一看就厌烦。他是被本宫用鞭子活活抽死的，本宫就是要让他知道，这就是做奴才的命。够了，别说了。够了，你又心疼了？你是心疼那贱婢，还是在心疼你的旧情人？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？他断气的时候嘴里还在喊你的名字，求你救我。可你那是在塞北想你的荣华富贵。你是奴才，你护不住他；他是替你死了。怎么听不得了？你不是最疼那个贱婢吗？如今知道他怎么死的，是不是恨不得扑上来咬死我？舒然，你想说什么？我在想，待会儿你会怎么死？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给我打！往死里打！你知道吗？从你把我送去塞北那一日，我就在想怎么把你拖进地狱。快堵住他的嘴！我想过让你失去尊荣，失去男人，失去命，可后来阿洛死，我知道这些都不够。你欠我的，欠阿洛的，我要拿你整个北国皇室的血来还！疯了，他疯了！打！还愣着做什么？给本宫打烂他的嘴！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在走？来人！外头发生了什么？快来人！
怎么回事？将军，不好了！塞北王亲率精骑杀进来了，东营一破，西侧也守不住了。他们冲破了巨马，正直奔中军大帐杀过来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来得这么快？他怎么会知道这里的具体位置？这不可能！传令，立刻护送丞相与公主撤出中军，余下的人拿上武器随我迎敌。他不一样，他和你们所有人都不一样。你笑什么？沈阳野死到临头了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死到临头了。到底什么意思？拦住他！快给他按下去！舒然、风官，还有我的好父亲，你们不是最擅长算计人心吗？那你们便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就是我给你们布下的局中局。你们今天全都要死在这里。从分心断情到被带走，这一路顺得太诡异。他根本没打算逃，他是拿自己当饵，把我们所有人盯死在这里。你故意的！不可能！沈阳野，你疯了！你就不怕自己也死在这里吗？阿洛死的时候，可有人问过他怕不怕？将军，守不住了！四面都被围死了，塞北军封了后营，粮车和退路全断了。他们摸透了布防，这不是遭遇战，是围杀！把他拿下，快！他是塞北王最在意的人，只要抓住他，我们还有活路。都退到我身后。等会儿若有空隙，带丞相走，我留下来断后。走，风官，你到现在还没看清吗？你们跑不了。谁动的他？福煦，他果然来了，带了一身的血腥气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快。可为什么看到他这副模样，我的心口会这么疼？塞北王，此事与我无关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聒噪！福煦，你也配直呼孤的名讳？阿野，过来。都别动，退后！谁敢再走一步，我立刻割断他的喉咙！退兵！让你的人全都退出去，马上退出去，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他！舒然，你敢再动他一下，姑会让你求死不得！你吓我！福煦，你不是为了他屠了我北国大营吗？你再往前一步试试，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剑快还是我的刀快！这个疯子现在竟然因为我动都不敢动一下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到哪儿都有人护着你？从前是封官，现在是抚恤，你明明什么都不如我，凭什么能让他为你失态到这个地步？因为你抢来的终究不是你的。住手！退后！我让你退后！阿野，阿野，够了！今日死的人已经够多了。北国虽有负你，可这里到底是你的故土，外头那些将士和百姓未必人人都该死。阿野，只要你开口让抚训退兵，我会护你，
以前的事是我对不住你，可只要你肯回头，一切都来得及。相府还在，你的母亲、你的幼弟都在，我们之间也未必就真的走到了绝路。从头再来，好不好？凤冠，你拿什么护我？拿你当初眼睁睁看我被送上和亲婚车的沉默护我，还是拿你方才在舒冉威胁之下退开的那一步护我？我被换婚那日，你说过一句不愿吗？阿洛被虐杀时，你护过他吗？方才你又护住我了吗？不是的，阿爷，我当初也有苦衷。陛下施压，封家上下的性命都在他们手里，我不能不顾。你次次都护不住我，如今倒有脸站在这里，拿故土和旧情劝我心软，所以你就选了我。在皇权、前程和我之间，你从头到尾都只会选别人。如今北国将亡，你竟还妄想拿我去换你们的活路。封官，你到底是把我当人，还是当一件你想舍就舍、想捡就捡的物件？闭嘴！你这个贱人！封官，你还记得当年成交的那座凉亭吗？你当然记得。那年我14岁，你说等你立了战功，就来相府正式提亲。你说你这一生只会娶我一个。阿爷，别这样叫我，你不配。你还记得那年冬日，我连夜给你缝的那副护膝吗？你收下时说，等回来就带我去看塞外的雪，看漠北的鹰。你说哪怕战场刀剑无眼，你也会活着回来，护我一世安稳。凤冠，我都信了。可后来呢？我在婚车里醒来，被你们亲手送去塞北。你口中的一生一世，原来只值一道皇命，只值你一句身不由己。你说你有苦衷，可你的苦衷凭什么要我来受？我替你守着分寸，盼着你凯旋，盼着能堂堂正正站在你身边。可你呢？你站在岸上，看着我被推进深渊，连伸手都不敢。你现在跟我回头说从头再来，封官，你所谓的深情不过是拿来感动你自己的东西。你若真爱我，哪怕只有1分，你都不会默认他们把我送去塞北。最可笑的是，到了今天，你还想把自己装成那个无奈妇人，仿佛只要你说一句对不住，我就该体谅你，替你救北国，救封家。凭什么？阿爷，我从未想过伤你至此。可你做了。贱人！阿爷，只要跑到他身边，我就能活下来。不是为了北国，也不是为了封冠、抚恤，我是为了你跑过来的。阿爷，别！你去死！姚爷，你去死吧！凭什么？为什么连抚恤也愿意为他发疯？他不过是个替我出嫁的弃子。沈姚爷，你去死！舒冉，你住手！阿爷，抚恤，我好累。去死！懦弱！都给我去死！抚恤，你也配蓝姑？怎么会？今天就让一切恩怨结束。阿爷，别过去！我想听听他还有什么话可说。阿爷，你还愿意过来？你快死了，有话便说。我知道我没资格，可我想告诉你，我从前是真的想娶你。我曾想过与你姪儿此晚朝朝辞暮，
在院里种你喜欢的海棠，你抚琴，我练剑，可是我没做到。陛下压我，皇后逼我，我知道舒然做了什么，知道你要被送去塞北，可我怕封家获罪，我只是太懦弱了，阿爷。所以呢，你是想告诉我，你不是不负我，只是没胆子护我。封官，我最恨的是你明明知道我会遭遇什么，却为了你的忠义名声拿我去成全你自己。阿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，好不好？不好。拦住他！放过！传军医。阿爷，抚恤，把我父母带回去吧，毕竟这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都是误会，他们也不知情。好，听你的。将沈相和沈夫人送回营内。沈妖爷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其余人押去战俘营，严加看管。疼就说。还有一个人。你来做什么？沈妖爷，你以为抓了本宫你就真的赢了吗？你敢动我！我腹中怀的是封官的骨肉，那是将军府的嫡子，是北国皇室的血脉。你若杀我，就是断了封官唯一的根，最后的根。舒然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威胁我？凭什么京城的人都只看得见你？明明我是公主，我是天之娇女，你不过是个臣女，凭什么你的名声体面都比我好？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你就该替我去塞北受苦，你就该烂在那里。阿洛，他是怎么死的？怎么，你想那个贱婢了？我再问一次，他怎么死的？是我打死的，又如何？我让人用鞭子抽他，一鞭一鞭的抽死的。他死都不肯求饶，我就叫人按住他。那小丫头命真贱，拖了那么久才断气。闭嘴！我不会让你死，这般解脱你不配，你就留在这不见天日的囚牢，独自一人终老余生。不，你不能！阿爷，跟我回家吗？踏平了旧北国，我便在京城为你再建一座。疯子！外面百姓都骂我是耽于爱情的昏君，让他们骂去。阿爷，我要跟你尔尔此婉，朝朝此暮。好，无趣的人守着一个无趣的国家，不打算加上一个有趣的王吗？他也无趣，要不还是把我送回将军府吧。我总归是完璧之身，出宫还能找个有趣的人。你去问抚恤，只要他答应，我没意见。行。孤允了，请王上体察民意，广纳后宫，充盈子嗣。不必在意，孤一生有一妻足矣。恭喜王上，是位小皇子。你怎么这般死板，一点不像我。这叫恪守本分，哪像你没个正经。行吧，阿野说的总归是对的。